Hello， 宝贝们，这一节课我们来进入晕染篇章中第一节课啊，也就是我们晕染的颜色的选择和搭配的一个技巧啊。首先的话，我们已经了解到了晕染的这一盘水彩的话呢，它颜色是在纯度更高、饱和度更高啊，也就是说的基础上，它的颜色是透明感更强的。对吧？那我们有把这个也给大家涂出来一个这样的色卡啊，大家可以说是拿去先去截图，那我们再到这个颜色基础上啊，来给大家去进行一个讲解。它的排列方式的话，依旧如果是这样去看的话，是从这个香芋紫啊这样纵向去排列，排到黄绿色，宝石绿是从这个位置一直到底下的。我们这个颜色的话呢，首先来说啊，如果说大家要在这个上面去调色的话，我们调色的原理是和之前我们给大家讲解过专门去调色的这几节课当中啊，调色的理论是一样的。它这个如果说想调出马卡龙的颜色的话，宝贝们啊，我们就把这个粉色当成是这个肤色去用啊，这样的话把其他的颜色去调成这样的马卡龙色调，然后同时加入少量的白啊。如果是紫色调，你想调成马卡龙色调的话，我们就加这个第一个香芋紫，或者说蓝色色调去加这个啊 baby 蓝。那绿色跟它也可以调，粉色色系的话，除了能调这个粉，还可以调这个紫啊，它们可以这样互相去穿换。然后的话，加水之后就是提高我们的透明度啊，就是明度要更高，也就是颜色要更浅啊。因为这个颜色本身就是透色的，然后再一个来说，它的玫紫色、玫粉色、紫色这一类我们是不会变的啊，因为这个颜色变了之后你很难再调出来，所以说这个里面我们是加入这个。然后如果说你要改变它颜色的冷暖的话，我们就加哪个蓝啊？这几个蓝都可以去加，这三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一个是这个啊，这三个蓝都可以，它是作为调色晕染盘当中去调色的一个点啊。那如果说要变成暖色的话，就是两个颜色，一个是这个橘，一个是这个黄绿色，可以去把我们的颜色变成暖色调的啊。那具体说哪一个颜色加这个呢？你可以说这方面跟它相近的颜色，你比如说是红色调，以及像这边深咖色调的，对吧？你要是绿色调的话，我们就可以同样去加这个黄绿色嘛，来改变它的颜色。那颜色要变深的话，你可以加这个的话，它是灰黑色啊，因为透色系当中的颜色的话，这个黑我们不用实黑，而是就是透黑，接近于灰啊，这样的有点灰雾的效果。其实它涂在纸张上，我们就能感觉到这个颜色是有一点透的，对吧？我们在这个颜色选择上是这样的啊，然后它这些颜色饱和度非常高，然后我们都是其实可以直接拿来蘸取的。还有就是第三种调色方式啊，我们记得就是来给大家回顾一下，除了改变它的冷暖和改变它变成马卡龙这一部分颜色之外啊，还可以说是什么？就除了说调深浅是吧？我们还有就是同色系可以互相调色这一点啊，在这个上面也同样适用，就是绿色可以跟绿色调，红色可以跟红色调，红色可以跟粉色调，紫色可以和紫色调，紫色可以和蓝色调啊，这样它也可以百变搭出来说这样的颜色，那我们就不额外的再去在透色盘上再去重复给大家调一遍了啊，因为还是那句话，理论都是一样的。它调出来的颜色会有变化啊，它调出来的颜色，我们选择的这一盘就是它是更适用于在晕染上去操作颜色的，因为它和我们在实色上面一对比的话呢，呈现出来的效果它是完全不一样的啊，这种就是更适合画彩绘，你像这种实色盘，对吧？等到这个盘就是更适合做晕染啊。那这里老师不重复的再去给大家进行介绍了，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来给大家讲解一下的是这些颜色它可以怎么去搭配啊，也就是我们放在一个晕染当中，它的搭配公式是什么？好吧？首先的话呢，我们先来讲一下啊，配色当中第一要素就是白色，它是百搭色，它可以和所有的颜色进行搭配，也就是我们在做不管是什么马卡龙色系的晕染，还是这种高级色调的饱和度特别高的晕染，还是说那种很复古的晕染啊，还是说底下叠加亮片啊，这种类型的晕染都好，它上面都可以去加白色啊。加完白色之后，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个
个这样的案例啊，就比如说这样的一个晕染，对吧？它这个白色我们就是做在最后一个层次上的呈现出来啊，有一点那种棉絮的感觉，也有那种理石裂痕的感觉啊，这个是白色。那其次来说的话，我们还有一个不会出错的搭配方法啊，就是什么呢？同色系搭配。这个同色系啊，我们可以说是，最好来说是什么呢？一深一浅。这个一深一浅指的是色相啊，不是透明度啊。因为我们同样是用这盘水彩来操作的时候，它的透明度几乎是相当的。我们指的深浅就是指它的颜色、色彩的色相，比如说深绿和这样的绿啊。也有可能说是，这样的宝石蓝，对吧？再加上我们的这种深蓝色，或者说这个深蓝色，你再加点灰黑，让它颜色更深，对吧？可以是这样的啊。这个是同色系去搭配哈。我们可以说后面给大家画几个比较常用的啊，就比较实用的。原来说这个宝石绿，可以说什么？可以搭配这个墨绿色啊，这么去搭配，对吧？然后你还可以说把它最后搭配一点什么白色的线条，对吧？这个就不说了，或者是什么啊，搭配一点珠光色啊，像这种金色，就是可以百搭的。我们在珠光色里面，像这几个颜色的话，就是任意所有的晕染都可以去用啊，就这3个颜色都可以去用。然后如果说是大面积的铺色，像是什么星空啦，这样的款式啊，作为打底的时候，你可以去用这半边的透色。这个一会儿我们再着重去给大家说啊。先来说这个，再说这个是绿色调的，对吧？那我们再来一个，那就比如说这样的宝石蓝。来一点，然后它可以去搭配这种深蓝之后啊，这个深蓝咱们可以给它调一点灰黑色啊，让它这个蓝变成这种墨蓝啊，呈现出来是这样的效果，它们俩可以去搭，对吧？然后它们两个中间你可以加入一点中间色，就比如说这个蓝色你在晕的差不多的时候，感觉差不多的时候就加入一点点这个颜色，对吧？在它们俩中间，这样的话你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3个颜色进行叠加。可以吧？可以的啊。就是晕染的话，不仅仅是只有2个颜色可以搭配，可以是2到3个，可以是多个颜色这样去互相搭配啊，结合完成的。然后比如说，再说紫色嘛，紫色有一个很经典的一个搭配，就是这个紫，然后我们可以往里面加入一点灰黑色，加入灰黑色之后吧，它这个颜色就会变得有点暖，因为灰黑色它里面，如果你要硬去调的话，它这里面能感觉到啊，跟我们的这个颜色靠在一起，它的颜色是有点点暖的。它本来应该说，如果是纯黑色的话，它是没有色彩倾向的，但是灰黑色的话会稍微有一点点暖啊。如果说我们加在这个紫色当中，它这个颜色呈现出来，这个颜色就很好看。这在纸张上面看不出来啊，实际上它要呈现出来是这样的啊，这种紫色。然后我还会把这个紫和哪个调呢？跟这个墨绿色去调，调完之后，相对于比这个来说，它这个颜色要更冷一点，对吧？其实绿来说，它本身它的颜色应该说，暖一点，对吧？但是它跟紫色调完了，却没有紫色跟这个颜色调完了显得颜色暖，所以说它们两个相比较之间，这个时候就可以得出来啊，这个颜色要暖一些啊。放在它们两个可以去配啊，加点水，避免大家看不出来这是什么颜色哈。两个紫是有区别的，我手上这个颜色我就是这么去配的啊，就这2个紫色是放在一起的，这样去搭配。然后上面你还可以说万能公式加什么？加白，对吧？然后当然也可以加点什么金色的小线条啊，加点小珠光色。还有就是说，单纯如果是这个紫的话，还可以去加什么啊？你还可以加别的色系去调，其实都可以。加它旁边的这种蓝色系，加上蓝色之后，它会变成蓝紫色啊，也会非常好看。变成蓝紫色是哪种效果？是这样的效果啊。
颜色也是比较明亮、比较艳丽的这种，就它们两个之间可以互相混一混。然后像这种同色系，还有包含到什么粉色色调的，对吧？这点我就不再多说了啊，反正就是各种同色系，我们去进行搭配2到3个颜色。白色不算啊。什么意思啊？就是3个颜色可以是3个绿、3个蓝、3个紫，对吧？都行啊。白色不用算进去啊，白色加起来那比如4个吧，对吧？这个是同色系啊。还有就是一种就是跳色搭配。跳色搭配常见于什么？跳色搭配就是经常见于我们做大理石纹晕染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款，像这样的款啊，这种。你也可以称它为是撞色搭配啊。撞色搭配的话，就是这种比如说蓝色呀、松矢绿呀、宝蓝呀这样的颜色。然后你搭配的什么？搭配的我们的这边咖色呀、棕色呀，或者是灰色呀这样的颜色去进行一个搭配，就是2个颜色它是属于像碰撞的这种感觉的。那通常的这个跳色搭配啊，基于深浅的基础上啊。深浅基础上，我们先写一下啊。除了深浅以外，它还有一个比较经典的就是冷暖。这个怎么来说呢？就是说我们底下的颜色啊，就是我还是拿这个举例吧啊，还是拿这个，就是我们整体在铺这个颜色的时候，它的这个颜色是偏冷的，那我们再去画这个纹路的时候，你就可以选择一个偏暖一点的色调。然后在我们整个选择一个偏暖一点的颜色去铺色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去画纹路的这个颜色就可以是偏冷一点的当然也不排除是同色系的。你像这个的话就是撞色，这个明显它就是同色系了，因为红色和粉色它明显就是同在同一个色系当中的，对吧？那我们一旦要遇到这种跳色去撞色搭配的时候，冷暖这个趋势才是最常见的这种搭配方法的话一直不会出错。我们还是也是来给大家举2个例子，就比如说我刚才的我的这个绿可以是去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搭配就是这个绿，我们去蘸一点这个蓝蘸一点这个蓝，它调出来的这种。就是在松矢绿的基础上，让它颜色再偏蓝调一点，这样的话它颜色会有点偏冷，对吧？那这种时候的话，我们可以给它选择到的这个跳色的话，就可以选择偏暖一点的暖暖和和的，你就可以用这个。当然可以用这个当然你觉得这个颜色不够深的时候，你可以把它里面加一点这个灰黑，把颜色但凡想要变深就加这个灰黑哈。它俩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搭配是呈现出来这样的，因为这个颜色就是会偏暖一点，这个颜色就偏冷一点了。那么如果说是就是再来个蓝的吧这样蓝色又属于什么？蓝色也属于是偏冷一点的颜色，所以它也可以搭配这个。它还可以搭配什么呢？还可以搭配这个，对吧？可以搭配这个，然后也可以说是配这个。就是它俩之间就属于是这个颜色要面积大一点，这个颜色面积小一点2个的话比例不要同等这个就是比例，一个是一定就是一个面积大一点去铺色的，另外一个是小面积去点缀或者是点染或者是做理石纹路这么去做搭配的，2个的比例尽量不要1比1然后的话，如果说有颜色需要改变的时候，你可以加进去一点白。那这个时候宝宝可能会问了，那我只是2个颜色搭配吗？我可以说像上一个同色系搭配一样，3个颜色去搭配吗？3个颜色去搭配的时候，我的这个冷暖变化的话，我应该怎么选颜色如果是3个颜色搭配的话，不是不可以，是可以的我们通常可能说是会选择撞色搭配，比如说粉蓝是一个比较经典的搭配，肤色和红色。比较经典搭配，青绿色和蓝色，青绿色和绿色比较经典搭配，对吧？那上面的撞色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怎么选择如果你怕出错的话，咱就统一都选择这个颜色
啊。如果你的颜色是偏红色调一点的话，我们来这个颜色啊，就给它变成同色系撞色也是可以的。那比如说是我居然选的大部分这边可能都是冷色了，这边对吧？大部分，那这边有暖色，但我又不想同色系搭配，我就想撞色的时候，那你可以调出来一个这个啊，这个是我们晕染当中做大理石纹路的一个百搭色，就是所有的颜色做大理石纹都可以用它。然后如果说你想让它有点色彩变化的话，你可以把它往里面去加那个紫色调啊，加哪个紫？加梅紫色啊。加完之后，它会有一种什么，就是那个乌梅子酱的颜色。但是深版的乌梅子酱啊，它是这样的酱的那种感觉啊。哎呀，大家能看到吗？往里面加点水啊，这种颜色，就是加完紫之后的话，它的颜色就有一点改变了。你说如果觉得它颜色不够冷的情况下，它跟这个颜色去比，它肯定要冷一点啊，因为紫它是属于靠近蓝色的颜色。它是介于蓝色和红色之间的，所以它的冷暖的话，其实是根据我们在它当中加入的颜色去决定的。就好比我刚才加入这个两个颜色调完之后，你加这个它颜色就变成偏暖的紫色，加这个它就变成偏冷的紫色了，对吧？那如果说我们在同样是一回事啊，加这个颜色不比它还暖嘛，对吧？这个颜色黄调更重一点，所以它就加完紫之后，这个颜色它会暖一点点，但是它整体的色彩倾向，如果说单纯的跟这个颜色自己去比的话，那它肯定还是冷的，因为我们在之前的色彩这个课程当中给大家说过，冷暖变化是指两个颜色有对比的时候才能对比出这哪个颜色冷，哪个颜色暖。我不可能说我给你一个颜色，你就告诉我这个是冷色还是暖色，除非说是像蓝色、黄色这么明显的一个特别强烈的两个极端，对吧？除此之外，别的颜色的话，只有在对比情况下，它才能比对出冷暖。那就像我们这个颜色，它跟这个颜色去比，它肯定是要偏冷一点的，所以这个颜色我们可以去配就是偏暖一点的颜色，或者说啊，你要觉得它不够冷的话，咱们就干脆在这个里面加蓝。加蓝加哪个蓝啊？加哪个蓝都行，可以加这个，可以加这个，可以加这个。想让它深一点的就加这个，想让它浅一点就加这个，想让它亮一点就加这个，因为这个颜色就是饱和度最高。具体的话，根据那个色彩的一个情况去定啊，但我们不要加太多啊，加一点点，否则这个颜色就要变绿了啊。为什么？因为这个黄调很浓，对吧？你要把这个蓝调加的太多的话，它一下子就绿了。它会变成这样的绿了。但它的这个绿是比这个绿还要再深的，有点接近于橄榄绿的感觉。那还有一种百搭色是这个啊，就是我们的百搭色加上另一个百搭色，对吧？加上这个颜色它就变深。这个颜色会更深，就介于它俩这个颜色之间啊。这个颜色也是可以做理石纹路的颜色啊。这样的几种颜色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啊。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它就是更暖了，它相比于这个的话，它是红啊。它是偏红调的，所以这个颜色要更暖。如果说我们实在就是说想要一个冷色调的，那很简单啊，你也可以说是直接，咱们想加蓝色调，你就把这个蓝色加点黑，因为直接用这个蓝或直接用这个绿，我们当做大理石纹路的话，它的颜色明显是不够深的。理石纹路的话，效果还是深一点会比较好啊。这个颜色可以透，但一定不能说颜色太浅啊。就是这个，我们加一点点啊，加一点点这个灰黑色。我们在最后给大家调出来的这一行都是可以作为大理石的，纹路的效果的啊，也就是这个的颜色啊，就可以在这个几个里边挑，就挑就行啊，就哪一个基本都能配上。还有哪个来着？蓝啊，点蓝，来一点蓝，来一点黑色。这个蓝色的话啊，它用处的话没有前几个用的多啊，但也可以用啊，有的时候还是需要用到它的，
尤其是这个时候啊，我们需要加入一点点可能是小珠光了啊。这个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这个配色的一个方法啊。然后最后再给大家讲一下这个珠光，珠光到里面是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在晕染当中，我们通常用它去干什么啊？首先，这个透色，先来看这一半部分，它的颜色看起来浅浅的，这个是珠光晕染当中的透明色。这个透明色的话，多处是，不影响底色的基础上，啊，这个我们就去给大家讲解一下就可以了啊。这个是我们在不影响它的底色的基础上，不改变颜色，不去做颜色的覆盖的基础上，让它有一点点梦幻的色彩的渲染，我们需要用到这样的透明色。然后这几个颜色的话呢，是在底色的基础上，让它有一点点色彩倾向，但不至于说颜色太浓，或者说单独的就以珠光色为主。我们想去做一点颜色色彩的时候，它是浅浅的、淡淡的、很水嫩的那种感觉的。如果我们一旦要是说影响水彩的款式，影响到我们整体的颜色的情况下，我们要选择的是这边重色的。首先这2个颜色和下面的这5个颜色啊，一共是7个颜色，其中以这3个金色是最为重要的。我们在所有的晕染当中，这3个跳着随便挑哪个颜色都可以啊，哪个颜色你去搭一下，基本上全部都能配上。这个就是所有晕染，因为就像我们做所有的晕染上面都要搭金箔是一样的。有的颜色你搭配浅色系金箔好看，有的颜色你搭配这种暗色系金箔，就是那种非常复古的金箔好看。有的颜色你搭配这种玫瑰金的金箔好看，是一样的道理。但是水彩配金箔的话，就是它金箔的是有覆盖力的，但是我们珠光水彩没有覆盖性。你把它加入到这个水彩的晕染当中去，它是既有通透感，然后又特别有存在感的一项。就好比说这个蓝色它已经很深了，但是我的珠光水彩在里面，它能够很明显的有一个存在感，并且它还是很通透的，能透出它底下的效果，和我的整体的水彩的颜色，我的理石纹路也好，它是互相搭配、互相映衬的。对吧？所以说我们在整体的这个当中一旦我们要做这种理石纹路，想里面去隐藏一点这种淡淡的这种小金色的时候，就选择它们3个随便挑一个就可以了。好那以上这节课就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晕染的一个色彩搭配那好了，下节课我们再见喽。